阳王世子得胜还朝。想不到这晋阳王世子年纪轻轻就战死沙场，还真是天妒英才啊！唉，就是可怜了世子妃。可怜什么？听说当年和晋阳王世子定下婚约的是他的嫡姐，若不是世子意外伤重垂危，而他的嫡姐急得一病不起，哪轮得到他进侯府冲喜啊？要我说，是他冲喜效果太差，把晦气带给了世子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晋阳王世子战死沙场，忠勇可嘉。世子妃沈氏既为宗室之妇，当随夫殉节，以全忠烈之名，着即日赐晋，同葬皇陵。放开我！我是平远侯嫡女，我长姐是当今皇后，我夫君更是为国捐躯，圣上怎么可能让我陪葬？没什么不可能。因为这圣旨是我亲自向陛下求来的。长姐，你为什么？谁让你这天生贱人抢我的姻缘？这都是你应得的。可当初明明是你自己装病悔婚不嫁，我才被逼冲喜的。谢归墨他一直对你一往情深。一往情深？他若对我有情，为何我主动献身，他却要拒绝呢？你还敢说不是你这贱人蛊惑的他？你说谢归墨他……可笑的是啊，那谢归墨到病死之际，都要替你写下放弃书，只为了不拖累你下半生。他到死都在替你谋划，可我偏不让他如愿。不要！不要！你呀，你就安心的下去陪他。动手！谢归墨心思缜密，唯独对你不设防。你送他的那只荷包藏着剧毒，他却宝贝似的带着，从不离身。沈棠，是你亲手杀了他。谢归墨，谢归墨，谢归墨，谢归墨。让我一世追逐，忽然尘土有情似嘲讽。愿我不念旧路，昔日朝暮，江山寒这荷包是我在庙里求的平安符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出征在即，你就没什么话想对我说的？等你回来，我就把你还给张姐。这原来竟是我害了你。孽障！身为侯府贵女，你竟然下药抢你姐姐的婚事啊！你还有没有一点礼义廉耻啊？这给沈寒下药，我这是回到3年前了。老夫人，您真的冤枉我家小姐了，我家小姐真的没给大小姐下毒。哼，有没有？验一下就知道了。来人，上家法。是。小姐，等等。
二夫人，求您救救我家小姐吧。母亲，唐儿与涵儿姐妹情深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和沈寒并非真正的同胞姐妹，沈寒只是寄养在我母亲名下的女儿，她的亲生母亲是沈家二房夫人，我的二婶。唐儿，你告诉二婶，你不是故意给姐姐下药，是有苦衷的，是不是？我的母亲病逝之后，二房夫人理所当然执掌了沈家中馈，她对我和沈寒向来亲疏有别，本来费尽心机为沈寒谋到了和泾阳王府的好亲事，却没想到半月之前世子重伤不醒，她担忧沈寒嫁不去守寡，就到我房里哭诉了一顿姐妹情深，暗示我可以给沈寒下药助她逃婚，却没想到前世我可真是瞎了眼，下药逃婚是假，逼我替嫁才是这对母女真正的目的。孽障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没有下毒，更没有贪图沈寒的婚事。哼，毒药都是从你房间搜出来的，你的丫鬟都已经畏罪自尽了，你姐姐还在昏迷不醒，那谢家的花轿明日就要上门，你还想狡辩？唐儿，二婶知道你只是一时冲动。我说了，我没有。奶奶和二婶若是不相信，我亲自去谢家，把婚事退了便是。不可以退婚。二婶不是担心我抢姐姐的婚事吗？怎么，我退婚自证清白，不可以？哼，当然不可以了。可万一又退了婚，谢世子又醒了，这大好姻缘不就白送旁人了？唯有让这死丫头替嫁，才方便日后把这桩婚事换回来。哎，唐儿，你这可真是冤枉二婶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大小姐她吐血了！什么？快走！涵儿，涵儿啊，大夫，我孙女儿怎么样了？大小姐身中剧毒，短时间怕是不会苏醒。什么？我的涵儿，你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偏偏在这种时候遭人毒害，娘有什么事，让娘可怎么办呀？泾阳王府的花轿明天就要上门迎亲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母亲，涵儿如今是没这个福分了，不如让唐儿暂且替嫁，反正她们姐妹八字相同，想来泾阳王府也不会计较。先让我替嫁，若谢桂墨醒了就换回这亲事，还真是一把好算盘。好了好了，当务之急啊，是赶紧另找名医，给涵儿治身中之毒啊。奶奶不必担心，长姐之毒，孙女会治。你又没学过医，如何解毒？我自有办法。沈棠，你这是要谋害嫡姐吗？二婶误会了，我这分明是在给嫡姐治病啊！你看我这一剂良药下去，嫡姐立马就好了。你说我是不是比你请的这个庸医厉害多了？老小柜上还有事，先走一步，告辞了。奶奶恕罪，涵儿不是不想嫁，可谢世子如今都快死了，孩儿不想当寡妇，所以才……
是啊，母亲，如今王府花轿临门，涵儿也是没有办法。胡闹！装病逃婚，涵儿年幼不懂事，难道你不知道现在正是你夫君袭爵的关键时刻吗？儿媳当然知道，可这跟涵儿的婚事有什么关系？那个鼠目寸光的东西！我大儿子早年亡故，我的孙儿年幼走失，这10数年来，圣上就没有下过一道圣旨，给你们二房袭爵。你以为前些时日，圣上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要让霍儿封爵？你当真认为是你每天在菩萨面前烧的香啊？那是靠着涵儿与晋阳王府的婚事，抬高涵儿的身份，是对晋阳王府的恩典。你们2个耍的这种伎俩，是想让平远侯府永失爵位，让我的老侯爷永不瞑目吗？不是的，母亲，儿媳一时糊涂，儿媳知错了。事已至此，袭爵的事情不能再有任何变故。来人，锁了大小姐的门。今日她晋阳王世子，就算是一块牌位，这门亲事我也要定。是。涵儿，哎呦，涵儿，我不嫁！我就算是一头撞死在屋里，我也不要上那个晋阳王府的花轿上。我可怜的涵儿，娘苦心筹谋多年，好不容易为你挣得一门好亲事，可是老天不长眼，新世子怎么偏偏就病了呢？娘，我不要当寡妇。你放心，你父亲1月之后就要袭爵，到那时你就是真正的平远侯之女。别说是重病的谢世子，就算是皇子，也不是高攀不起。可如今大局未定，别怕，娘等下就进宫，去见见娘的宫中密友叶贵人，求他为那死丫头指婚，让那死丫头给谢世子冲洗妾室。大小姐竟然是装病啊！这可真想不到。太太也是心狠，为了怕大小姐守寡，居然想把二小姐推出去冲洗，又不是亲生的。哎呦，说来说去啊，都是没娘的孩子，没人疼啊。就是啊，真是可怜。你说这，哎，好端端的，哭什么？奴婢是心疼小姐，明明小姐才是平远侯独女，却被他们二房苛待了这么多年，如今还险些被他们推进火坑。等二爷成了平远侯，他们还不知道要怎么欺负小姐呢。前世我被逼替嫁入晋阳王府之后半月，圣旨就到了侯府，皇帝诏曰：封了我二叔承袭爵位。亲子。沈寒一夜之间成了真正的侯府嫡女，也因此顺理成章嫁给了二皇子，最终登临后位。可就算是这样，他仍然不满足。小姐，小姐你怎么了？奴婢扶你去床上休息。小姐，我没事。
你别担心，无论是我还是沈寒，都不会嫁给谢桂木。二叔这爵位，席不成。哎呀，真是好日子，总算看到这一天了，可不是吗？是啊，真般配呀！新郎新娘到。和世子有婚约的不是平远侯府的大小姐吗？怎么换了二小姐嫁过来？听说是二小姐给大小姐下药，抢了长姐的婚事，给我们世子冲喜呢。二拜高堂。没想到心肠居然这么恶毒。听说她自幼就克死了爹娘，就连唯一的胞兄也被她给害得走丢了。哎，真不知道圣上是怎么想的，竟然让这种人嫁进侯府，只怕冲的不是喜，是晦气吧。良辰美景，佳偶天成，恭祝世子与世子妃甜如蜜饯，花好团圆。谢桂墨的还活着吗？谢世子，谢世子，你是谁？到房中有什么目的？我是平远侯府二女沈棠，是来给你冲喜的。沈府，沈棠，是，我是沈棠。谢世子，沈棠，谢桂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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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快来人，快去叫老爷！何宝，桂印，你听听，你兄长是不是在说些什么？好像是在找荷包。母亲，兄长身上可有荷包？你兄长平日最是讨厌那些珠玉香囊，何曾有过荷包啊？兄长好像就是在找荷包。兄长，你找荷包做什么？烧掉。大夫，木儿这样算不算有所好转？世子的脉搏越来越虚弱，上好的补药用上去，仍然抵不过血气溃散。刚才片刻意识恢复，只怕是回光返照。什么？墨儿，墨儿，墨儿，王爷，这该怎么办？墨儿伤势严重，就连宫中的御医都束手无策。眼下唯一的希望，怕是要尽快给他找人冲喜。冲喜？只是什么？你快说呀！只是那沈府大小姐听说出了变故，昨日沈家主母入宫请旨，
让二女顶替了大姐的身份，还给咱们托信来说是二姐自阅先为妾室。王爷，你是糊涂了。如今墨儿危在旦夕，本就是我们亏欠姑娘家的，更何况冲喜冲的是贵气，岂可逼迫他人为妾的道理？有道理。来人，命人即刻准备好8台大轿，明日天亮去神府迎娶世子妃。是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小姐，快醒醒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宫里来人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靖王世子搭救二皇子有功，今世子垂危，朕准贵妃所请，赐沈家二女沈棠即日入靖王府冲喜，亲子。前世明明没有这道赐婚的圣旨，为何会？敢问公公，这是不是出现了什么纰漏啊？当初王爷亲自登门求亲，求娶的明明是圣旨记下，岂会有错？如今沈二爷继任平远侯爵位在即，老夫人一言一行还需谨慎呢。是啊，母亲，袭爵不能有闪失。圣旨定了新娘是唐儿，那便是唐儿。沈二小姐，木已成舟，咱家劝你还是收拾收拾，安安心心准备嫁人吧。大小姐明明是装病，新娘却还是换了人，一定是二房夫人搞的鬼。你们拿着这些东西要干什么？我亲爱的妹妹出嫁了，作为长姐，当然是来送嫁妆的。沈棠，昨日敬酒不吃，今日罚酒的滋味如何呀？昨日你如果安安分分的去替嫁冲喜，还能捞着一个仗义的好名声。今日圣旨命你替嫁冲喜，你就算再不情愿啊，也只能乖乖的去当个寡妇，还是一个下人妾室呢。沈棠啊沈棠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孤儿，能为我们平远侯府重新换回来一个平远侯爵位，是你的福报啊。你是不是应该跪下来，好好叩谢我给你的机会啊？小姐，小姐，这也是福报，姐姐不必客气。沈棠，你誓死报复，我要报复他！周小姐，我看谁敢动！告诉奶奶什么？罚我跪祠堂，还是不让我上花轿？别忘了，要上花轿的人是你。我要是你，今晚就去祠堂祷告，祷告我千万别出什么岔子，不然沈家能冲喜，只有你了。小姐，沈棠，你疯了！我才不跟你计较呢！快走，快走！小姐，奴婢这就去把这晦气的嫁衣给烧了。等等，谢归木，前世因为我嫁给你，平远侯府鸡犬升天，二叔袭爵，沈寒封后，最终却害得你惨死异乡。
今生我能从一开始就斩断这些因果，你是不是也不用死？他一定是知道了什么，一定有什么阴谋。那盏茶绝对不会是意外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一定不能坐以待毙。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帮我去放满木桶，放冷水。啊，冷水？还不快去！小姐，您真的要……无论如何，明天在花轿上的一定得是沈棠。切！哎，慢一点，别伤到木耳。是。王妃，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，您哭什么？这么多年，王爷一个人在外征战，都是我一个人拉扯着墨儿和婴儿长大，我就盼着他们快点长大，结婚生子。如今好不容易给他定了一门婚事，没想到世子吉人自有天相，世子妃过门之后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对，我的墨儿一定会好的，他还要和心腹举案齐眉，生儿育女呢。是，大难不死，往后啊，世子和世子妃定然十全十美。嬷嬷，十全嬷嬷怎么还没来啊？太太现在正心烦呢，哪有闲空管你们这些小事？我家小姐还没有梳妆，就等着十全嬷嬷上门梳头，耽误了吉时，你们赔得起吗？不过是去冲喜的，又不是真去当世子妃的，本来就是没福分的人，随便自己梳洗一下，喊上两句意思意思就得了。你起开，我还有事儿忙。小姐，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，逼姑娘提嫁就算了，如今连十全嬷嬷也省了，就是欺负姑娘，没有祖母疼惜。没有就没有吧，自己的福分本来就是要自己挣。愿你我都顺遂。心中竹墨酒，一眼飞流。吉时已到，一念之隔，新娘出房。不浊酒，一言一声呼救。一鬓如墨，桃花一入桃花轿，一叶知秋，爱恨莫须有。良辰美景胜琼瑶，千金挥不休。恭迎新娘上花轿，风流。不必两为难，璀璨是暗淡。生是情似海，灭时更已还。这晋阳王世子不应该是个武将吗？怎么马上这个看起来像是个白面书生啊？嗨，这位啊是世子的弟弟。
听说啊，这世子半月前为救二皇子遭了刺客暗算，性命垂危，这才急急忙忙找沈家冲喜。这会儿啊，只怕半只脚踏进阎王殿了，怎么可能亲自来接亲？可怜了这沈家姑娘啊，只怕这嫁过去就要守寡了。哼，沈棠啊沈棠，你就安心嫁过去守寡吧，只有我才是平远侯嫡女。在下谢归印，今夜替兄长迎嫂嫂过门。鸾凤和鸣，春意闹；珠帘闭合，喜事到。新娘上轿。小姐，请。茫茫，千万人千万双，白驹过心霜。沈棠，长嫂这是何意？没什么意思，有事相商。我兄长还等着冲喜，长嫂不如先过门，再与我兄长商量。可我不打算做你的长嫂。沈儿姑娘可知，今日戏耍泾阳王府是什么后果？是沈棠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孽障啊！快把凶器收起来！我确实不能拿你怎么样，但你打个赌吧，谢二公子，我赌日落之前，你兄长就会转醒，根本就不需要人冲洗。放肆！这圣上赐婚，岂容你这般儿戏？孽障，孽障啊！你这是要牵连咱们沈家满门吗？啊！奶奶，你消消气。可我凭什么信你？不是在拖延时间。小姐，日落之后，他若未醒，我给他陪葬。马上折返，打探兄长病情。是。疯了！你真的疯了！孽障！你今天犯下了大错，不必等到天黑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到祠堂去跪着。一场却不长远。老夫人，我家姑娘的手还在流血，求求你们行行好，请个大夫吧。那点小伤死不了，自己做的孽就让他自己受着。老夫人，如果今生所有事情能与前世一致，我嫁入王府的时间是未时，而谢归墨醒来的时间应当是有时。谢归墨，我们一起赌吧。娘，怎么办？这沈棠要是铁了心宁死不嫁，他们会不会抓我去冲喜啊？母亲，这婚姻之事向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难道我们真要由着那疯丫头胡来？唉，快说话呀！母亲，今日是圣上赐婚，若是我们延误了冲喜时辰，但凡世子有什么不测，圣上只会归咎到我沈家头上。万一圣上改了主意，不让孩儿袭爵，那……没错，
这袭爵的事不能再出岔子了。来人，进去把二姑娘给我绑了，即刻送到晋阳王府拜堂。是。天不是还没黑吗？你们天黑不黑的，姑娘的都要嫁人，趁早死心吧。走，赶快把她带走。小姐，靖阳王府急报！靖阳王府急报！沈七，我兄长如何？二公子，世子于半个时辰前苏醒，大夫说已无性命之忧。好，太好了。什么？竟然真被这死丫头说中了！前世明明是天快黑时，谢归墨才转醒，可现在时辰明明还没到，她怎么会提前醒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找人打探过的，这世子明明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呀！住口！醒了就好，世子真是吉人自有天相。这位侍卫，敢问世子还有没有其他的嘱托？我们家这桩婚事……回老夫人，世子有令，如今靖阳王府已无需冲喜，这桩婚事是否还要，全凭世子妃定夺。不是妾室吗？怎么可能是世子妃啊？当然是世子妃。我谢家男儿常年征战沙场，主母独自当家不易，虽素有家规，凡我谢氏子弟，此生不纳妾，更不能娶平妻。我既抬了花轿上门，抬回去的自然是靖阳王世子妃。所以沈让小姐，你的答复呢？堂儿啊，这桩婚事那可是千载难逢的，你得仔细想清楚。是啊，堂啊，这桩婚事丢不得呀！我与谢世子平生并不相识。破命运的谜语，看世间的流离，爱的宿命一步一趋，难逃避。往日也无情分。这桩婚事不如就此作罢吧。明白了，我会把小姐的话带给长兄的。告辞。搬东西回府。谢二世子，等一等。谢二世子，等等。实不相瞒，半年之前老王爷亲自上门提亲，本来属意的是我家大姑娘，您看……倒是个好主意。如靖王兄长醒了，不再需要冲洗。既然二小姐不愿意，那便换回大小姐，便是皆大欢喜。对对对。还真当我靖阳王府是阿猫阿狗都能进的吗？哼！你这……娘，我和谢归木的亲事取消了。今生和前世已经不一样了。你这蠢妇，不要提什么圣旨！我还不是为了我们女儿好吗？这下全完了，我的爵位又要从长计议了。从长计议，前世你们害得我全家惨死，今生今世，无论是爵位还是后位，你们一个也别想得到。小姐，我不会放过你们。小姐，小姐。
回禀王妃，世子贵体已然无碍。太好了，辛苦了大夫。小人告退。墨儿，你总算是醒了，你可担心死为鸟了。兄长，兄长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这沈家可真有意思。请问兄长重伤，朝夕不保。大小姐立刻称病，把亲事推给了二小姐。这二小姐更是厉害，花轿临门，她却割腕相胁。若不是兄长一醒来，就交代我不许为难沈二小姐，我非得给她。算了算了，如今你兄长无事便好。这婚姻总是要讲究个你情我愿。好了好了，你也别杵在这儿了，我们先走，让你兄长好好休息。快走快走。走吧。墨儿，你先休息啊。割腕拒婚，你怎么会不愿意嫁给我了？明明那时候你……小姐今日真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二爷想攀着谢王府，倒是嫁自己女儿。是啊，若是我们侯爷还在世，会是小世子当年没有走掉，如今继承爵位的定是我们世子。今时今日，谁能把我们小姐欺负到这份上？小姐刚睡着，走吧。听说你还让谢王府的人替你寻找你的胞兄呢，还真是白费功夫呢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你那胞兄是意外走失的吧？爹爹娘亲，看花灯。我们来看一看。我们来看一看花灯。都挺好啊，你想要哪个？要哪个？这个。哎呦，要这个啊？去吧。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好啊。哎，有人落水了！桃儿，桃儿呢？桃儿，哇，你在这等着父亲的信。是你，只可惜啊，你的母亲因此自责而死，你父亲到死都在妄图寻找你的胞兄呢。唉，你那胞兄若还在世，这平远侯府的爵位都轮不到二房。哎，你说那年的花灯节，城门彻夜未关，城郊有条大河，城外如乱葬岗。你猜，你那胞兄是死在了河底里，还是碎在乱葬岗呀？是害我全家，你给我等着！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什么事儿？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
珍宝阁的掌柜忽然来到府上，说小姐前几日送去柜上修补的那盏琉璃灯，不知道被哪个没长眼的伙计给弄丢了。琉璃灯，就是小姐去年从花灯会上带回来的那盏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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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昨日又流了那么多血，可不能动怒啊！灯没了，我们让珍宝阁赔一盏便是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丢了就丢了吧。对了，小姐，珍宝阁掌柜说还有要事要向小姐禀报。小人的珍宝阁与城中几家当铺素有往来，时常会收一些各家的典当之物。昨日小店彻底清了清仓库，虽未找到那盏琉璃灯，但却发现了一些可疑的首饰。小姐，这不是前2年咱们丢的吗？还有这个，上个月踏青时不见的，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些首饰啊，都是城中当铺收了的。小人记得小姐曾经戴过，就赶紧拿过来给小姐过个眼。看来府上确实需要扫扫院了。多谢老板，来得正好。小人告退。小姐，这首饰盒跟打扫院子有什么关系啊？银杏，你帮我找几个身强体健的侍卫来。小姐还真要打扫院子？放开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哼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盗主家财物，私自去典当！老夫人，老奴冤枉呀！老夫人，那只簪子是我在路上捡的，老奴在侯府多年，本分分服侍主子，绝不敢行偷盗之事。是啊，母亲，这蒋妈妈是府里老人了，今日之事许是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那首饰盒里大多都是我家小姐的首饰，蒋妈妈感情是专门跟在我家小姐屁股后头捡漏啊！上午捡东西，下午就去当铺，可真是好大一场误会。老夫人，奴婢也是有苦衷的。老奴那不成器的儿子日日烂赌，老奴的孙儿生病了无钱医治，所以这才起了贪心。老奴也是走投无路呀。既有苦处，何不早说？你是我们府上的老人，我们岂能见死不救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小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唐儿，女子仁德的道理，二婶应该教过你。二婶不妨看完全部的证据，再开口也无妨。来人，把从蒋妈妈房间里搜到的东西呈上来。是。偷盗之人必定不会只偷盗一次。您手中的这些是从蒋妈妈房间里搜到的当票，还请奶奶过目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大本明明都已经全部销毁了，你这一定是伪造的。哦，原来全都被你销毁了呀。这就是简单的自替。哼，唐儿也就是这么一诈你，而你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我一时慌了，说错了话。哼，这些是珍宝阁老板从当铺搜罗的我们沈家的金银珠宝，票面上虽然没有名字，但却都有存根。蒋妈妈不妨当面跟我去当铺查验，
婢也是一时鬼迷了心窍，奴婢知错了，老夫人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拖出去，杖责40，即刻发卖。老夫人，老夫人饶命啊！老夫人，二夫人救我！二夫人，我可是你的人呀！二夫人救我！想不到沈家竟藏有如此一只家属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可是蒋妈妈不是口口声声说是二婶您的人吗？作为家主，此事你也有责任。今天晚上去佛堂抄经吧。是。这么个年纪怎么卖呀？你就明天把他送上去西边的车马，总有那7老8十的老光棍儿，家里缺个生火做饭，而且只卖你这么点子，挑什么挑？行行行，都依你。一天天的，竟是些碎渣子生意，切！夫人，救救我吧！别把我卖给老光棍儿。他当然不会把你卖给老光棍，他早就在城外安排好了山匪，假装成买家，就等你一出城，就把你卖给牙婆，带上山，永绝后患。二小姐，二小姐救我！我为什么要救你？你是二婶子陪嫁嬷嬷，是她的爪牙。这些年明里暗里给我使了多少绊子，蒋妈妈，你不会忘了吧？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求求您发发慈悲，奴婢知道错了。我不发慈悲，我喜欢做交易。你是二婶的人，告诉我关于二婶的秘密。如果我感兴趣的话，卖身契还给你。我说，大小姐之所以忽然不想冲喜，是因为大昭寺方丈给了一支签，大小姐若是去冲喜，必会守寡。那毒药也是夫人让豆蔻放进小姐您的房里的。不够。王爷提亲前，大小姐其实并没有见过谢世子，是大皇上与谢世子有旧。不够。夫人这些年职场中困，偷偷用宫里的钱放银子，还有城里的3家绣咒，也是他专门用来贿赂叶贵妃娘家用的。哦，怪不得能说动贵妃请动圣旨，原来还有这样的武器。二小姐，你说的这些都跟我没什么关系，跟卖身契抵不了。小姐，奴婢以前下人，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。你就算是打死奴婢，奴婢也说不出什么秘密了。二小姐，别走！二小姐，我知道小世子的下落。我知道小世子的下落。说，那年花灯节，夫人命我找人绑了小世子，她想让我把小世子在竹城弄死，可我担心总有一日杀人偿命，便把他扔到了路人的营帐前。什么人的营帐前？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西边来的当兵的。怎么办？婶子，娃这么小，真要杀了，这可下不去手。下什么手？好处是夫人的，锅可是咱的，不能亲手杀，要杀也让别人杀。这是个人，又不是猪，怎么让别人杀？要不我咋带你来这儿呢？我听说当兵的个个凶残，有的还吃人。把他扔帐里去。太好了，只要找到小世子，
平原后的爵位就怎么也轮不到二老爷了。可是小姐，人海茫茫，我们能上哪里去找小世子？虽然人海茫茫，但事在人为。小姐，家门口好像来了生人的马车，那好像是晋阳王世子的马车。小姐，快看，那位是不是就是晋阳王世子？他来咱们府上干什么？小姐，从来没有人说过谢世子他长这样啊。银杏，快放下窗帘。是，小姐。世子，您带着伤。世子，依属下看，今日您就不该去平远侯府了。这一家子人知道您苏醒以后，非但不肯告知沈二小姐的位置，还一个劲儿的把沈大小姐往您怀里推。这新娘说换就换，哼，可真够不要脸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您和这沈二小姐往日并无旧交，为何如此执着？伤势未好，竟要赶去见她呀？我做过一个梦，我梦见人间的宿迷糊你的笑颜，哪怕身后是风雪，再多浮生只为这一生思念，此生不枉然。我梦见她本该就是我妻子。我说这事儿闹的，这都闹上门来退婚了。我说，快走！这位嬷嬷，府上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刚刚晋阳王府的世子亲自来退婚了。咱家的大小姐一时气急，这不哭着闹着要上吊吗？上吊？等等，你这一天去哪里了？你嫡姐因为你被退婚，你不打算去请罪吗？阿婶说笑了，圣上赐婚的不是我和晋阳王世子吗？若不是你死活不肯上花轿，丢了晋阳王府的面子，他们岂会非要退婚？是你毁了你嫡姐的大好姻缘。眼下他正吵着要悬梁自尽，你打算怎么赔？悬梁自尽啊？那我去帮忙扶个凳子。小姐，你是没看到，当时二夫人的脸都绿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晋阳王世子论家世门第、美貌才华，都是一等一的好。眼下他也醒了，那这桩婚事倒是好婚事了。小姐，咱们要不要争取下？放心吧，自然会有人争取的。这桩婚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。若是失去了晋阳王府的助力，那袭爵一事又成了未知。所以，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。可是奶奶，谢世子已经亲自上门推了亲。他只说皇上收回了此婚，又没说要和我们断情，那就是还有机会。不错。寿王府的春日宴举办在即，寿王妃一定会邀请帝都城里的未婚子女一起赴宴，到时候谢世子一定也会出现。所以你们两个姐妹给我好好的打扮打扮，若是碰到了晋阳王府的人，我不管你是认罪也好，服软也罢，必须挽回谢世子的心。你们俩听到了没有？是奶奶。
晋阳王当天亲自上门求娶的人是我劝你趁早死了这颗心，不去这春日宴，省得到时候丢人现眼。小姐，我们真的要去那春日宴吗？当然要去了，有热闹看了。小姐，他们都在等着看我们笑话，你何必还要来这宴上？我有我不得不来的理由。蒋妈妈说，哥哥被送进了城外士兵的营帐。10年前西边饥荒，无数流民上京，彼时出现在城外的士兵，应当是看护流民迁移的征西军分支。春日宴上集结了各大世家女眷，其中不乏有西边调来的。若是能探到一二，也是不枉此行。可我们怎么分辨哪些人是从西边来的？西边多草原，儿女皆善骑射，即便入了帝都城，风貌也不会和帝都城一模一样。这位姑娘，请问你是否是骠骑将军梁从梁将军之女，故居西陵？我是。请问你是？我家父平远侯，我家沈。这不是沈棠吗？几日不见，手怎么受伤了呀？郡主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？有人呐，极恨嫡姐婚姻，不惜用下药抢人婚姻。可惜呀，花嫁到门口却后悔了，要死要活的悔婚。这手啊，就是那时撒泼打滚才伤到的吧？赶紧通知大哥，他再不敢来，可就要错过一场好戏了。他就是沈棠啊，就是那个抢你的婚事、下毒的那个女人。哎呀，抢了婚事，最后还悔婚了，还毁了嫡姐一门好心啊！这府上有此女啊，当真是晦气。哎呀，这名声都臭了，还有脸来春日宴呀？是你自己非要跟来的，那就不妨更声名狼藉些吧。沈小姐前脚刚被退婚，后脚就来选婿，可真是坦坦荡荡啊！郡主，你怎么可以这么随意编排我家小姐？编排？郡主说的不是事实吗？否则为什么要来这春日宴呢？难道是来赏花的不成？就是，你还是不了解你家小姐。像这样的人呢，天生就生了个狐妹子样，缺男人。就像这缺茶，饮了一杯不够，还要再倒一杯才好。你信？淳安郡主前日他倾慕谢归末，自我加入谢王府冲喜之后，他便处处与我作对。今生看起来也并没有什么长进。如你所说，我来春日宴是来续茶的，那你是来试茶的，还是来喝茶的？淳安郡主，我看你家是没茶了吧？寿王妃倒像是开了一个茶馆，可我看这明明像是看男人的馆子，这可不叫茶馆，这应该叫……住口！你快住口！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沈小姐真是好口才啊！这么好的口才，不如教教我怎么用自尽逼得人退婚的。好啊，我教你。你想干什么？按你说的，如你所愿。救命啊！寿王妃到！王妃，快救我！王妃，快救我！他要杀了我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娘娘恕罪，我妹妹前不久和晋阳王府退了婚，一直心烦气闷，这才不小心和李小姐
发生了口角，一时激动。娘娘明鉴，我妹妹她不是故意的。我没有问你，你就是那个被皇上指婚给归墨又抵死不嫁的沈二小姐？是，王妃。说吧，刚刚是怎么回事？回寿王妃，刚才小姐问我那日如何以死相挟，非要向她演示一遍。你胡说！你分明就是要杀了我！是吗？是，我坐着。在下是骠骑将军梁从之女梁欢，愿意为这位小姐作证。方才她确实是应邀展示。住口！梁小姐是寿王妃的亲外甥女，还能污蔑你不成？好了，闹剧到此为止，开宴。梁小姐，方才多谢。不必客气，自我入帝都城以来，见过有骨头的人不多，你算半个。以后有需要尽管找我。我还真有事想要请教梁小姐。什么？梁小姐出身在西陵城，应当知晓15年前我朝曾闹过饥荒。那你可知道当年负责看护流民的是哪一支将士？如今在何处驻守？有没有收养过孤儿？这你可问对人了。15年前负责护送灾民的是我西陵城的驻军，但具体哪支队伍，时间太久了，很难查。那如果……下面要展示才艺的是平远侯府二小姐沈棠舞剑。弄错了吧？我家小锦根本没填那册子呀。可这上面明明舞剑，这沈家二小姐看起来文质彬彬，怎么还会舞的？说不准啊，是拿着剑挥两下，做个假把式。唐儿，祖母自小就教导我们，做事要磊落，你误填了，只需致个歉就可以了。受王妃宽容，也是不会计较的。这只怕不是误填，是怯场吧？沈小姐，你的这位姐姐怎么活得跟话本里的人物似的，这么淘担？让梁小姐见笑了。唉，要不要我帮你？多谢，不过需要借你的剑一用。好。唐儿，姐姐相信你，你可千万不要给我们平远侯府丢脸啊！放心，我会给你长脸。这看起来还真有模有样的。这身段倒也不错，有意思。摔下来吧，有多狼狈就摔多狼狈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抢我的东西。漂亮！怎么感觉有些眼熟呢？他怎么可能会见我？我明明从小就跟他一道读书识字，一起练习学礼，他什么时候学会的见我，爱我的如此？这不可能！如何？有没有你晋阳王妃当年的风范？妹妹谬赞了，我呀老了。什么？我已经是晋阳王妃？想不到京城贵女之中，竟有如此飒爽之人，真是难得呀。好，晋阳王世子驾到啊！不错。长手牵系，只因何意？糟了，这招式是我前世向他学的，绝对不能让他看出来。谢氏归墨，
见过寿王妃，母亲。龟墨来了呀，你呀就是来晚了半步，错过了一场好剑舞。这臭小子行事向来张狂，他错过的又岂止是一场剑舞？好了好了，找个位子落座吧。是。他应该是刚到吧，应该没有看见方才的剑舞吧，否则以他的性格，定然不会放过任何可疑之处。我又无法解释，这些招式是前世他亲自所教。沈小姐还真是精彩绝艳，当真是不错，把我前些日子得的东珠拿上来，送给沈小姐当做嘉奖。多谢王妃。梁小姐她不在了，今日闹出的动静已经够大了，是得想办法尽快脱身。听说晋阳王当年亲自求娶的是沈家大小姐，只是后来因为冲喜才换了个人。这谢世子怎么眼下就坐到沈二小姐的身旁？是啊，我也听说，这谢家世子前些时日刚刚被沈家二女退亲了。莫非这谢世子就好这口？还是你有眼光？那沈大小姐的脸面，哎呀！今儿啊，我算是知道了我儿为何被强行退婚。如此一个灿若骄阳的女子，怎会甘心以冲喜的名义送了自己的终身大事？只是退婚，又不是结仇，说不定啊，这缘分是天注定的。沈唐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到底使了什么勾引人的下作手段？我今生明明还没有和他有什么瓜葛，谢归莫等为什么会坐到我身旁来？他想做什么？是看出了我舞剑的来路吗？还是说有什么目的？不行，不能在这里逗留了，要离开这里。我若是你，就算心中有鬼也不会跑，免得引起猎人更多好奇，穷追不舍。泾阳王妃，你这是？泾阳王妃，小女是沈家嫡女沈寒，今日来是特地向泾阳王妃和谢世子告罪的。哦，你倒是说说何罪之有？半年前，王爷亲自登临沈家大门，定下了小女和谢世子的婚事。这半年来，小女每日不盼能和世子成婚之日。可半月前，世子遇刺重伤，急需冲喜，小女一时心急就也跟着病下。可小女万万没有想到，圣上竟会在小女病倒之时，下旨让小女的妹妹沈棠去替嫁冲喜。我更没有想到，沈棠她居然会以死相逼，拒不上花轿。等我醒来之时，她错已成。我怎么听说你不是生病，而是被你妹妹下了毒？不是的，华妃明鉴了，她不是故意要下毒的，她只是怕世子伤重，答应我过门救。总之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如果你要罚的话，就罚小女一人吧。小女不求破镜重圆，小女只求你千万不要祸连沈家和我的妹妹。行了，你也不必解释了，坐吧。是。沈大小姐，你的意思我知道了。
是个聪慧的女子，难怪王爷一开始提亲的对象会是你。今天你能主动认罪，更是勇气可嘉，应该好好的赏你。王妃谬赞了。小姐，你无非是想让我们觉得你是无辜善良的好长姐，而你的妹妹是下毒抢亲的罪魁祸首。王妃，不是这样的，王妃。怎么，你是觉得本王妃是天生愚钝，听不出你的话中之意？晋阳王妃和寿王妃辅佐各自夫君，在帝都城站稳脚跟，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后院主母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玩手段，还是从二婶那里学来的后院伎俩，还真是够蠢的。我没有，不过才10几岁，学了这些阿杂的手段，还摆弄到长辈面前来，简直是大胆！寿王妃，你救救小女吧！寿王妃，来人，神府不会管教女儿，那就替神府管教一二。是，请吧，沈小姐，跟奴婢到后院厢房学一学闺中礼仪。带走。寿王妃，小姐，小姐。行了，继续热闹吧。你呀，也消消气，这又不是当年上战场的时候，你何必跟一个不入流的小辈置气呢？我就是生气，我家那男人实在是愚蠢，差一点就把这个是非娶进家门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哎呀，就是，我也告辞了。这么，要不咱们这样吧？谁能想到啊？可不是吗？好了，好在墨儿聪慧，不像你当年看中那榆木疙瘩。喏，你看，已经追上去了。哼，这臭小子比他爹强。小姐，这里可真大呀！我们不再找找线索吗？为什么这么早就回去啊？再不回去，我就要成了别人的线索。小姐，是谢世子。谢归母，他怎么会追来？莫非他刚才看到了我的剑舞，起了疑心？不行，今时已不同往日，我不能自乱阵脚。宴席尚未结束，沈小姐为何匆匆离席？我长姐在宴会上闹了笑话，我也恼羞不安，无心玩乐，所以想早些回家去。是因为沈寒，还是因为别的？谢世子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为何死都不敢烧花椒？我和世子有婚约的，明明是我的长姐，我和世子素昧平生，既无婚约也无旧情，我也不愿意跟别人喜结连理，所以才不愿意烧花椒。往日无旧情？是，谢世子通情达理，应该是能谅解的吧。对不起，谢贵母，我若嫁你，二叔便会承袭爵位，后面的一切都将变得不可控，我绝对不能再拖累你一次。既是素不相识，你为何对我并不陌生？从我进入宴席内，你就对我有种熟悉感。你的剑舞，招招式式都有我谢氏的痕迹，一招一式仿佛是我亲手所教。糟了，他果真看见了。
放开我！谢归墨。谢归墨，谢归墨，谢归墨，谢归墨。你怎么来了？下个月寿王妃又要举办寿宴了，上次那些女眷就笑话我无才无艺，这一次我不想再让他们笑话我了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不用做什么，就是想让你教我一下剑识，让我把场子找回来。当真？我的剑舞是少年时期山下的剑客教给我的。你谢氏的剑法，不止只有你谢氏的人会，谢家军上上下下的人都曾学过，并不稀奇。至于我为什么会认识你，那是因为那日世子去沈家退亲时，我曾在马车上见过你。那日你在那辆马车里。没错，世子该问的都问了，请世子放开我。糟了，小姐，世子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告辞了。世子，小心伤口。世子，沈小姐看上去确实不认识你啊。您做的那个梦会不会真的只是梦啊？世子，沈小姐看上去确实不认识您啊。您做的那个梦会不会真的只是个梦呢？我刚才在擒住他时并未用力，可他在摔倒时明明可以推开我。那他刚才……他在避开我的伤口。可世子，您的伤势可是机密，沈小姐她怎么知道您伤在何处啊？派人盯着平远侯府，我要知道他今日在春日宴上究竟在查什么。是。看来小侯爷您晚了一步啊，看不出来这谢王府的世子平日里端着一副正经脸，想不到私下里下手够快的。这种事情怎么能分先来后到呢？哟，侯爷，您不会是要……那当然是抢在姓谢的面前抱得美人归了。啊，二小姐，您可算是回来了，老夫人已经在大厅等您很久了。你犯下大错，还知道回来？堂儿不知犯了什么错，还请奶奶明示。哼，你居然还敢狡辩！你姐姐已经说了，你一意孤行，在春日宴上出风头，跳什么剑舞，触了靖阳王妃和寿王妃的眉头，还让我们平远侯府丢尽了脸面。你还牵连了你姐姐，和你一起受罚。我可怜的涵儿，好好的一个大家闺秀，竟被野丫头拖累，生生的打成了这个样子。娘，原来姐姐是这么跟奶奶说的呀。事实本就如此。沈棠，如果不是你非要跳什么剑舞，得罪了靖阳王妃，怎会有如此是非呢？哦，既然罪魁祸首是我，那为什么挨打的是嫡姐你呢？还不是被你拖累的。行了，不用再争辩了。堂堂侯府的闺秀，竟然被寿王妃勒令学规矩，真是丢尽了我沈府的脸面。今夜你们两个都给我去祠堂罚跪。母亲，孩儿刚受的伤，万不可再罚跪呀。报，老夫人，寿王府来人了。什么？这么晚，寿王府的人来做什么？好像是来送礼的。什么？嬷嬷，这是回侯爷，
今日二小姐一曲剑舞，艳惊四座，赢得了春日宴的彩头东珠。寿王妃说珍珠配美人，便把和东珠配套的首饰头面一并赠与二小姐。多谢寿王妃。不客气，礼物送到，奴婢就先告辞了。唐儿，这春日宴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这寿王妃……老夫人，昌平侯府也来人了。昌平侯府？参见老夫人。我家夫人差奴婢前来传达，半月后我家后院办诗会，特备了一些薄礼和邀请函，邀二小姐前去赴会。快把礼物呈上来。昌平侯夫人真是见外了。老夫人您客气了，二小姐蕙质兰心，我家夫人喜欢的紧。那奴婢就先告退了。唐儿，你和寿王妃还有昌平侯夫人是何时有的交情啊？不愿意说也没关系。以后啊，多走动，多走动啊。若是时机合适，替二叔跟寿王问声好啊。昌平侯夫人，想必是为了他那不争气的儿子吧？他们家小侯爷恶名在外，整日走街串巷拈花惹草，京城中哪个贵女敢招惹他呀？想必是有人想在宴会上卖弄风骚，被那小侯爷惦记上了。就是，被恶狗惦记呀，也没什么好得意的吧？哼！是谁说春日宴上的才艺表演是卖弄风骚？泾阳王府贺礼到，沈家二小姐春日宴大放异彩，深得王妃喜爱，特送上翡翠手镯2副，珊瑚宝塔1座，金丝绮罗衫1套，赠与沈堂沈小姐。真是泾阳王府？这不可能！王妃怎么可能会送给他礼物呢？是啊，管家，这泾王妃此举究竟是何意啊？莫非是这桩婚事还有转圜的余地？我们王妃说了，这男女婚嫁之事本就是你情我愿，二小姐敢爱敢恨，生性洒脱，这退婚一事啊，不伤两家情面，侯爷无需放在心上。至于这桩婚事嘛，如何？沈家的小姐光明磊落，侯爷啊，未来可期呀。寿王府的、昌平侯府的、泾阳王府的，小姐这一趟春日宴可是收获满满啊！奴婢看方才殿上二夫人和大小姐气得都要满地打滚了。小姐，小姐，谢归木，他看起来与前世有些不同，真的是我想的太多了吗？世子，讲。沈小姐在宴上确实是在寻人，寻找的应当是平远侯府的嫡子，沈小姐的胞兄沈焕。胞兄？是。15年前，沈小姐的胞兄沈焕意外走失，当年平远侯倾尽举家之财都没有找到小世子，也不知是不是有了额外的消息。
沈小姐近来又找了起来，且一直是向西边打听驻军的消息。近日是什么原因开始寻找的？许是因为沈家二房袭爵在即，沈小姐不甘心，想要最后试一试能不能找到胞兄。去查帝都城中所有与西陵军相关的线索，查到了间接递给他。是。小姐，夫人命奴婢送药来。滚！小姐，我叫你滚！是。我不是叫你滚，你听不懂。母亲，深更半夜大呼小叫，你还嫌丢的人不够？后宅之争从来不是一朝一夕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是要耐得住性子。可那晋阳王妃对那个死丫头青睐有加的，那万一要是被沈她捷足先登，捷足先登又如何？她死了父亲，又丢了哥哥，不过是一条寄人篱下的狗，嫁谁不嫁谁，她自己说了可不算。娘是想，既然昌平侯世子看中了沈棠，娘作为沈家的当家嫡母，自然要成全晚辈的一桩好事啊。小姐，您可算是醒了。小姐，府上收到了好多请帖。请帖？是啊，您昨日在春日宴上一曲剑舞，满京城的女眷都想邀请您参加小宴呢。看，诗会、茶会、清谈会，还有宫里贵妃的呢。放那吧。这是那位西陵城梁小姐的。给我。沈小姐，文绉绉的话就不说了。那日你要找的信息，我忽然从友人处得到了消息。15年前，从西宁城那边逃出难民，一路东下，于帝都城扎营3个月，设下难民营。不过他们并未带回西宁城，而是跟着当地驻军，数年之后被朝廷合并为城防营了。快，更衣出门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当年的孤儿慢走啊，如今还在城防营。城防营都是男人，小姐你一个女儿家，怎么才能有办法进去调查呢？走吧。有办法，还是一箭双雕的办法。这些年庄子上的账都是二夫人在管，二小姐怎么突然想起查账目了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红绡绣坊是我母亲当年的嫁妆，只因我父母亡归时，我年纪尚小，才交由二婶代管。什么时候易主了？不过我今日来也并非专程来查账的。二小姐，请指教。往年这个季节，是不是到了该赶制秋衣的时候？是。让工人们停下手上的差事。过几日，我会有一大笔秋衣生意。这什么？3000一匹卖给了城防营？母亲，你听听这死丫头都干了些什么事？细麻布往年都要卖到8000一匹呀，这个季节更是供不应求。这死丫头非但贱卖，竟然还接下了制衣的活计，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二婶，你急什么？这红绡绣坊是我娘的嫁妆，不论我赔了几个夫人，折了几个兵，都亏不到二婶头上。那赔的也是沈家的钱。唐儿，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？奶奶，今年南方是丰年，从城外进货比城内要便宜。我们要跟城防营搞好关系，给足了诚意，这样对我们进货有利无弊。可那是800匹细麻布啊，还有人力物力，那得浪费多少钱呢？这钱虽然不少，但也不多。二婶执掌中馈，管理沈家名下店铺多年，应该最清楚不过。怎么，
我们不会是付不起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二婶只是有些心疼钱罢了。行了，就这么决定了啊！那就有劳二婶，现在就去交代一下账房，我明日就出发。夫人，现在账上的钱都被我们发出去放印子钱了，现在可如何是好？死丫头，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，先把柜面上的货物抵押出去，尽快把账做平。是。世子，有消息了。世子，沈小姐得了消息后，果然找上了陈芳莹。不过她没有直接找人探听，而是以红霄绣坊的名义，说是要给程芳莹的士兵做一批秋衣。秋衣？是，而且是以极低的价格做的这单买卖。您是没有瞧见，这几日程芳莹的账房先生笑得牙都要掉了。不知道这沈小姐到底是着了什么道了？这位沈小姐如此的特立独行，世子，您梦中的那个沈姑娘也曾在这个时间去程芳营吗？若她真的嫁给了您，那她真就是世子夫人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大夫开的这药该不会有问题吧？世子本来都只剩下半口气了，哪里还经得起这？横竖都到了这个境地了，今日再不圆房，这口气也该散了。说不定大夫的法子真有用呢。哎，添上添上。啊，走吧。谢世子，谢世子，你是谁？来我房中有什么目的？我是平远侯府二女沈棠，是来给你冲喜的。唐沈府？是，我是沈棠。谢世子。谢世子，你放开我！谢世子，你伤口流血。谢桂木。世子，世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去程芳营。杀！嘿杀！杀！停！副将有令，今日裁秋衣，红霄绣坊坊主已在兵营内等候，各小队前往量体。是。跟我走。是。转过来。袖口处的尺寸比较精细，劳烦解开右手护腕。哥哥走丢那年才4岁，我已经不记得哥哥的长相，只记得哥哥的手腕上曾有一道摔伤留下的伤疤。
可以了。谢谢老板。小姐，您这个方法真是太棒了，不仅能够看到城防营每位将士的脸，还能够顺理成章的让他们撸起袖子看看手臂。若是少爷真的在城防营，那他一定都没找到的。哥哥，希望我能早些找到你。下一个。不专心啊，谢世子。不专心啊，谢世子。沈小姐想与城防营做生意，谢世子大费周折的帮沈小姐铺平了路，看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如今他就在对面，怎么现在胆怯了起来？宁王殿下会应他一个女子进城防营，替全营丈量尺寸裁衣，这目的恐怕也不单纯。本王本来就不单纯，本王也想看看沈小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她进城防营到底是为了探寻情报，还是为了找人？与其任由她探寻，不如敞开门让她进来。况且我西陵君本来就穷得很，如今得到一批秋衣，本王自然很高兴，不像某些人呢，不开心。谢桂梦，你我上次演练还没有分出胜负，如今西边战事要紧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跟我回西陵？你们3个跟我来，快点！好像快要结束了。麻烦解开右手护腕。请问这位小将军，这伤疤是从何处而来？这个3年前战场上弄的，小事。原来如此，好，多谢。小姐，刚才已经是最后一个士兵了，一个像小狮子的人都没有。哎呀，沈二小姐，偶遇啊！城防营这里守卫重重，谢世子这个偶遇，未免也太蹊跷了吧？蹊跷吗？本世子不觉得。沈二小姐来到营里，为士兵量体裁衣，本世子恰巧伤势初愈，来到营里谋差事，自然是偶遇。难不成沈二小姐还记得当初强逼冲喜之处，不愿意为本世子量体裁衣？谢世子多虑了，请。小姐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前世的谢归墨明明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为何重活一世会变得难缠起来？量量腰身吧，最近一直在养病，也不知道吃胖了没有。有血腥气，他的伤还没有好，也是，几乎半只脚踏上黄泉路的，伤起会2、3日就好，那里是伤口，不能碰到。好了，沈二小姐，为何不计尺寸？这些都是给城防营的士兵做秋衣量的。谢世子若想谋一个午差，也不会在城防营蹉跎。更何况塞外天寒，细麻不抗风。谢世子不要再玩闹了。重病未愈，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的出路在哪儿。沈二小姐又从何处可知，我谋的不是御前，谋的不是大理寺，而是塞外。沈棠，你可曾做过一个梦？你可曾做过一个梦？一梦就是许多年，梦中所见桩桩件件历历在目，无比鲜艳。
那就好像真真实实的发生在前世一样。可每当我醒过来，我就好像死掉一样。谢归木，他竟然也是重生的吗？沈棠，你做过类似的梦吗？我没有做过，噩梦本来就是假。谢世子，不必为此慌张。可我做的是美梦。沈棠，你怎么不问问我，我做的是什么美梦？不管是噩梦、美梦，都是梦。梦是不可以当真的，更不要因为梦里的东西而干扰自己。时间差不多，我该回家了。如果我非要强求呢？沈棠，倘若我没有做过这些梦，你是不是就打算不要我了？我没有。无论你想要做什么，我都会帮你的。你帮不到我的，没有人能帮。长门为心结是几声长声，遥想凛冽干笔吹细温热。夜深忽梦青色流水一汪，浮世路漫漫凭心火正灯，执念如魂不。谢世子自重。沈棠，沈小姐，世子，沈小姐她需不需要属下再找人去沈府探探，再仔细查证一番？不必再查证了。沈棠，你可曾做过什么梦？我做过一场梦，梦中所见桩桩件件无比鲜艳，就仿佛真真正正的发生在前世。醒来时，如同死过一场。不，那根本不是梦。世子非沈氏，即为宗室之父，当随夫训诫，以全忠烈之名，着即日自尽，同葬皇陵。那根本不是梦。谢归木，我已经害死过你一次，今生今世，我绝不能再拖累你。这人是谁？刚才好像没有入帐量过尺寸，是这城防营的统领吗？为什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啊？冒犯了，沈小姐。没关系，请问阁下是？这位是宁王殿下。小女沈棠，见过宁王殿下。免礼。沈小姐仗义疏财，为城防营的将士制作秋衣，是本王应该感谢你才是。宁王谬赞，沈棠先走了。我在京城好不容易碰到这么合口味的朋友，西陵城派出去护送难民的分支是哪一支？你就告诉我吧。军机不可泄露，严防奸细。这么多年的军法，你都学到狗身上去了。哎，人家是侯府嫡女，怎么可能是奸细呢？我都说了很多遍了，
人家只是想找到幼年失散的哥哥而已。这位沈姑娘听说是平远侯府的嫡女，可真是乐善好施啊。我看她乐善好施是假，运筹帷幄倒是手到擒来，是个聪明人。只怕程房营这便宜未必是白捡。怎么办，小姐？我们今天是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？谁说我去城防营只有找哥哥一件事？我要的鱼已经进竹篮了。小姐，关于给城防营的那批衣料，二夫人早就交代小的准备好，布料就在仓库呢，货品册子在这里，您检查一下。怎么是粗麻布？小姐，您金尊玉贵，这里边的门道您不知道。这当兵的呀，每天都在泥里打滚，粗麻布更耐磨，而且还便宜。小的呀，就自作主张改成粗麻布。可我订的明明是细麻布。小姐，这细麻布南方产，咱们一家绣坊也拿不出来这么多。小姐，还是听小的一句劝。依我看，不是你们拿不出细麻布，而是账面亏空，拿不出钱来结账了。小姐，您说笑了。谁跟你说笑？今日与我沈家做生意的是城防营，你不会以为粗麻细麻是你随随便便可以偷工减料的吧？白纸黑字签的是金令状。半月之内赶制不出细麻秋衣，全家军法处置。曹长官，你家几口人啊？小姐，小的完全是受指使的。小姐，是二夫人，是二夫人指使小的的。小姐，小人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求求小姐，救救小人。我去通知其余的2位长官，马上带上账本到红霄绣坊了。这些年二审私放印子钱，和这些掌柜沆瀣一气。上次给我们的账本明明就是假账，可惜这世上没有不可瓦解的联盟，只有不够厉害的威胁。求二小姐救救小人全家！什么？账本都拿出来给了那个死丫头了？当真看清楚了？千真万确，小的看得真真切切。那3个掌柜把账本都交给了二小姐，还把您放印子的私账都交了出来。这帮忘恩负义、养不熟的白眼狼！夫人，不行，这件事不能被老太婆知道，绝对不能被她知道。快去，把宫中的账房先生请来。是，什么事情不能让我知道啊？我这个老太婆就在这里，来说说吧，有什么事情不让我知道啊？母亲，也没什么大事。曾经3家绣庄本是长嫂的私产遗物，本该交由堂儿保管，因当年堂儿还小，妾身就一直代为主管。现如今堂儿长大了，他竟以为妾身想侵占他的私产，所以用粗细麻布设下圈套，逼迫妾身交出绣坊。二婶，你这胡编乱造的功夫，上辈子属狗的吧？上账本。威逼陷害。哼，你告诉我，这些印子钱也是堂儿逼着你去放的？
还有，账面亏空，你怎么解释？这些年，你就是这么管理沈家钟馗的？这不是我的私账，母亲，这些账本有问题。是你，就是你！你为了构陷我，伪造的这些私账。二婶，你可别冤枉我，我为什么要伪造这个私账？当然是恨我抢走了你的私产，处心积虑想要把袖章抢回去。那既然这个私账是伪造的，那你告诉我，真本在哪？那当然是在……拿不出来的私账，对不上的死账，我赌你不敢拿出来真账本。孽障！你给我跪下！小姐，3个掌柜虽然交出了秀芳的账本，但是却迟迟不肯交私账，说是二夫人咬定没有私账，我们岂不是拿她没有办法了？小二，小姐，请问有何指教？红绡秀芳要换主人了，敢不敢做个交易？母亲，奶奶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为什么责罚我娘啊？那你便问问他，究竟做了什么好事？你身为主母，亏空中宫，中饱私囊，私放印子钱，祸及满门。今天我绝对轻饶不了你！来人，上家法！奶奶，你不能当众责罚母亲啊！母亲是沈家主母，你要是当众使用家法的话，这往后母亲还怎么在沈家立足啊？老夫人，不好了！城防营的人忽然来了咱们家，说是要催问秋姨不料出错的问题。什么？虽然最后动用城防营胁迫是计划之中，但他们为何来得这么快？事到如今，都是你母亲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他人。来人，搜出他身上的库房钥匙。从今天起，钟馗交给唐儿。哼，城防营那边，老身亲自去解释。你们接着给我打！吴建宏，绝不准收手。是。二太得罪了，别怪奴婢手重。你猜，你那胞兄是死在了河里，还是碎尸在乱葬岗？怎么不说话了呀？你该不会真的以为祖母会来救你吧？像你这种克死胞兄、克死双亲的晦气女人，祖母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呢。哎呦，把钥匙给我搜出来！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你赢了吗？我赢不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二婶今日输得难看。不过是个父母双亡，迟早要外嫁的孤女。平月好是我的夫君，得逞一时又如何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两个之间的账，离算完还远着呢。
我虽然没有找到哥哥，不过我把您的钥匙带来了。您放心，女儿重活一世，一定不会再行差踏错。如果你在天有灵，就保佑我早日找到哥哥，彻底夺回平原侯府。娘，你还真是大爷，这些年账本明明存好好的，却连女儿都不知道在哪。你懂什么？私账上那些印子钱只是小事，重要的是这些年娘亲和叶贵妃母家的往来。那些东西一旦见了光，恐怕会影响到你父亲袭爵的大事。不管怎么样，那私账是绝对不能留了，得尽快想办法永绝后患才行。只是还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如今库房的钥匙都落在沈棠那个死丫头手里了。夫人，什么事？长平侯府又送来拜帖，邀请2位小姐参加赏花宴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昌平侯府家的小侯爷，从寿王府宴上看沈棠，就像野狗见着了骨头，真是司马昭之心。倒是来得正好。娘，你是想拿到钥匙又怎么样？就算我没了钟馗权，我仍然是沈家的当家主母。女大不中留，是时候给她找个好归宿。世子，城防营的人已经去了沈家。果然如你所料，正好凑上了沈家的热闹。沈府主母挨了一顿打，账房钥匙也到了沈二小姐手中。世子，您是如何能料到那沈小姐给城防营士兵做秋衣，除了寻人，可还有后招啊？只是寻人，不必特地挑选无法批量订购的细麻布。沈棠此举显而易见，并不单向寻人。沈小姐还想要做什么？惹祸上身。除了主母受罚，沈府还有什么动向？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沈府主母似乎和昌平侯有了书信往来。昌平侯府是。沈府近期还有其他动向吗？有。3日后是中秋，京中不少女眷都会去大昭寺赴斋会。小姐，时候不早了，老夫人已经在山上等着我们了，我们快些上山吧。沈小姐这是何意？想必寿王府宴上，小侯爷也看到了。晋阳王世子对我妹妹青睐有加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妹妹就会成为晋阳王世子妃。小侯爷，你难道甘心？所以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当然是祝小侯爷您抱得美人归呀。每年的8月15，平阳侯府都会请大昭寺的方丈为仙人举办法会诵念经。请老夫人一香。
阿弥陀佛，仙人在前，保佑我平远侯府今年顺遂，阖家安泰。随儿，你已往生10数年，如果你在天有灵，保佑堂儿和涵儿能找到如意郎君吧。奶奶，奶奶放心，妹妹色艺俱佳，多少侯爵公子都青睐有加，一定可以觅得一个高门贵婿的。你们都要有好归宿，奶奶才能放心。奶奶，庙里的斋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山上来了很多贵亲家眷，我们也快些去吧。好吧，知道你们快闷不住了，都走吧。每年的法会结束，沈棠都会独自去厢房为王母抄经祈福。堂儿，斋宴马上就开始了，不要耽搁得太久了，这心意到了就行了，你母亲不会怪罪你啊。是。这天马上就要黑了，给二小姐多添几盏灯。是，奶奶，我来吧。去吧。所有人都在前院斋宴，就连寺中僧众也无暇顾及。后院厢房良辰美景，还望小侯爷尽兴。这菜还不错，这大昭寺的素斋啊，还真受欢迎啊！怎么来了那么多人？你是刚来这京城没多久吧？这大昭寺的斋饭味道一般，但是年年都是在8月15中秋佳节。8月15怎么了？每年的8月15，山下都有花灯会。你以为大家伙专是冲着这斋菜来的？不过是寻个名正言顺的理由，入夜晚归，偷摸瞧一回郎君而已。小姐，你看那是不是晋阳王妃啊？晋阳王世子到。谢世子，他怎么也会来凑这热闹？是啊，往年没见过呀。莫非今年也是来看哪位女郎的？你方才去了哪里？怎来得如此迟？杂事耽误。就你这死畜，要是没老娘帮衬你，也不知道你何时才能得偿所愿。多吃点。机不可失，还不快去！
谢世子。没想到谢世子也到这斋宴，真是有缘。他过去干嘛？从前天意作弄，世子与我之间生生错过，小女福保不久能够和世子破戒，能够重圆。殿下能饮小女一杯茶，以解小女心结。这沈家不是早就和晋阳王府退婚了吗？是退婚的是替嫁冲喜的二小姐。听说这大小姐和世子早就在一起了，两人早就海誓山盟。是这二小姐生生横插一脚，搅黄了这么一桩天赐良缘。那眼下岂不是可以再续良缘啦？世子，本世子从来不喝来路不明的茶，敢问小姐姓甚名谁，从何来了？我是平远侯府的沈。不重要，没兴趣。什么啊？不是说情定三生吗？人家根本不认识。沈大小姐，缘分强求无益，还是请入席吧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吃吧啊！沈棠，都是因为你，你既然毁了我大好姻缘，就等着自食恶果吧。你既如此心不在焉，就别在这里磨磨蹭蹭的了。磨蹭什么？你可千万别告诉我，你不是为了那位沈二小姐？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什么大事？奴婢方才见到二小姐迟迟未赴斋宴，只想着催促一下二小姐，却还没想到没到大殿口，竟听到屋里传来来嘛，来亲一个。这，奶奶，她儿不会还在里面吧？这二小姐不是说留着为王母抄经文吗？这怎么听着像是男子在……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竟然在佛门这种清净之地行不轨之事，简直败坏门风！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野男人，岂有此理呀！沈棠，我让你从今天起身败名裂。奶奶，棠儿不会出事了吧？这是发生什么？这是长平侯家的小侯爷吗？是小侯爷！瑞儿，快救人呐！世子，快去帮忙！哎呀，不是我。回禀王妃，两个侍从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。下去吧。是。瑞儿，你没事吧？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好端端的上山来用斋宴，怎么就成了这样？瑞儿，若是让娘知道是谁害了你，娘一定要将他千刀万剐。王妃，我先带小儿下去治疗，查案的事情就麻烦您了。快去吧。一定是沈棠。
方才只有沈他在这个房间里抄经。你们看，这份经书只抄写了一半，小侯爷就遭遇了迫害。就算真凶不是沈棠，他也一定知情，这件事情一定和他有关。唐儿呢？快去找找。不用找了，我在这儿。唐儿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奶奶，唐儿方才身体不适，便离开了房间。唐儿也不知道小侯爷为什么会在唐儿的房间里，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受伤。唐儿，世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唐儿，我想了你很久了，你乖一点，你乖一点，你就守时等我啊！我就会好好等你的，唐儿，唐儿，我会好好对你的，唐儿。小侯爷，臭女人！你撒谎！你说身体不适就不适啊！你分明在房间里面抄经，怎么会身体不适啊？还偏巧是在小侯爷遇害的时候不适。若说巧，难道不应该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间里吗？姐姐，你们从寿王宴会上就眉来眼去的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约好了？老衲可以为小姐作证，我可以证明二小姐身体确实不适。方才沈小姐急急忙忙到禅房里找我求助。方丈，有件事情还得劳烦您帮忙。世子请讲。沈小姐当时意识昏沉，几乎昏迷，老衲为其把了脉才知，她竟被人下了迷药。若非她警觉及时逃出，此刻恐怕危也。这佛门禁地怎么会有这阿杂的东西啊？是啊，今日来禅寺的人员复杂，许是混进了几个登徒子，想要给唐儿下药。如今没了证据，此事确实难断。二婶，这事儿并不难断。你什么意思？迷药通常都是通过口鼻之处进入肺腑，药可能会被烧完，但是遗留的香气不会，人变不出来，但狗可以。小师傅，别咬我！别咬我！好啊！来人，在，将沈大小姐请去大理寺。是。娘，孩儿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热闹结束了，老夫人随我去宴场吧。
思念难作战，谢世子，太招架。别动，你撑不住。你虽服了解药，但这毒性需要时间才能散去。别怕，我不会问你今夜发生了什么。今夜这山上注定腥风血雨，让我送你下山。你这愚蠢的毒妇，这等祸是你今夜闯得出来？你这是要祸害我沈家满门吗？我还不是为了我们韩儿好？你难道没瞧见晋阳王府对沈棠那丫头是什么态度吗？我要是再不抓紧，让那死丫头和小侯爷生米煮成熟饭，那我们韩儿怎么办？愚蠢！只要能和谢王府结亲，是韩还是棠儿有什么分别？重要的是我的爵位。当然有区别了，韩儿是我的亲生女儿，绝对不能让韩儿在大理寺过夜，更不能让大理寺顺藤摸瓜，这在沈家查出什么把柄来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和叶贵妃私底下做了什么交易？不算什么交易，就是用秀芳名义放了些印子钱给叶贵妃和二皇子，走动了一些官员家眷。说什么？替二皇子和朝中官员家眷走动？你知不知道，这是暗助皇子奸党营私啊！也没那么严重吧？完了，全夫君，那怎么办呢？大理寺的人是不是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？这个秀芳不能留了，速速叫叶贵妃说动她救韩儿，我即刻下山。我烧秀芳。花灯来，花灯，质量上乘的花灯来，爱花灯喽！来，给我看一看。谢贵母真的没有在追问任何事情，从山上走到山下，她什么都没有说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花灯，买花灯喽！漂亮的花灯。哎，公子，你买花灯吗？我这花灯的灯芯儿都是在寺庙佛龛上供的，一定保佑您和姑娘花好月圆。不用了，我要了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看到这街上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盏花灯，怡然自在，总觉得你也该有一盏。谢世子，请问我是不是？是。昨夜心头牵挂，今朝眼底繁华。曾是惊鸿照影，情更难拔。小姐，再往前走就是无忧桥了，让奴婢扶着您吧。您自从那年落水之后，就格外怕高怕水，总是走到这儿就腿软，就不要逞强了。那年花灯节，沈寒带着我穿过这座桥，去了远处河流的对岸。后来我却意外落水，爹爹为了救我，把哥哥一个人留在闹市区。小姐，之后的许多年，我每次路过这里，全身如针刺一样，再也没有去过对岸的那座桥。小姐，
想去哪里？什么？你想去哪里？那边有条河，我想过河。握着，我送你过河。追啊追啊追啊，无奈流动了期待已苍白。走啊走啊走啊，难耐翻越了人海。是你。那一夜我遇到一个怕水的姑娘，我和她一见钟情，和她约定好了不日就要上门提亲。可后来阴差阳错发生了许多事情，后来那个姑娘嫁给了我，可她对我有许多隔阂，至死都没有说明白。许是上天垂怜，容我重活一世。前世我没能活着回到故乡，不知道那个姑娘有没有吃苦。一晚上思苦，抬头月阵阵如诉，触不到，只能与风同处。我不知道世子在说什么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骗你，可是谢鬼，我也不能也不敢。姐姐姐姐，要一个大昭寺的荷包吗？谢桂木，不要！为什么要丢掉荷包？沈棠，你在害怕？你怕我又死于藏于荷包的毒，是不是？别怕，这一次我不会死了，我想一辈子陪着你。曾和西厢梦点燃，谢鬼木，划过我指尖，悄然拨动了心弦。恍若故人，却又隐忍痴念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大家快来救火呀！请问是何处失火？前方的红绡绣坊着了火，也不知道怎么着的火，把旁边的铺子都给点着了。着火了！大家快来救火呀！红绡绣坊一命今日有人值班，不对，这不是单纯的失火。二叔、二婶和二皇子与叶贵妃素有勾结，沈寒今日被大理寺抓走，他们一定是怕大理寺顺外摸瓜找到证据，所以想连夜烧毁证据。沈棠，快去做大几桶水来！掌柜的还在里头，别往前去了，小心危险！如此火急火燎放火，他们是想要杀了掌柜。哎，小娘子，哎，沈棠，这好像是东家的姑娘，这东家也不能要钱不要命啊！沈棠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
沈飘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没事吧？沈飘，来，我带你出去。谢桂墨，你没事？谢桂墨。火势越来越大，谢桂墨，你有没有后悔陪我来着？没有，只要你陪在我身边，此生足矣。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那日花灯节，我就已经心悦于你。命运在今生写下伏笔，梦境般与你不期相遇，你留下指纹。主人，启禀宁王殿下，世子伤并无大碍，简单包扎即可。你还好吗？别担心，我会很快康复的。搜，不要放过任何细节。程方莹应当不管搜验之事，怎么会忽然赶来？宁王殿下又是为何？宁王应该自幼长在西郊，这些年从未入帝都城，为什么我看他却似曾相识？哥哥，陪我玩嘛！哥哥，哥哥，好。剪刀石头布。他到底是谁？不管了。哥哥，疼不疼？哥哥不疼，你没事就好。这么一点小伤疤，把它留成一个记号就好了。殿下，这伤疤从哪儿来的？是什么时候伤到的？殿下，真的只是西陵人吗？从一出生就在西陵吗？查证许多事情都需要时间，原本不想把你置身于危险之中，没想到竟适得其反了。对不起，哥哥来晚了。哥哥，别哭，你已经做得很好。接下来的账就交给哥哥来解决。爹，娘，
我的女儿啊，你受苦了，回来就好，阿弥陀佛。回来又有什么用呢？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进过大理寺。娘，奶奶，孩儿此生已经没有脸再见人了，我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不，孩儿，孩儿。哎呀，涵儿，你这是何苦啊？奶奶，母亲不必沮丧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孩儿的这番苦并没有白吃。你这是何意呀？母亲，您也知道，儿媳与叶贵妃向来交好，这些年在叶贵妃娘家也花了不少银子，只是叶贵妃一直不肯相信我们沈家投诚之心，不愿与儿媳交心。此番涵儿入大理寺，将沈家逼上绝路，却同样也是沈家向叶贵妃递上了投名状。哦，那叶贵妃今夜涵儿能顺利出大理寺，就是叶贵妃在其中斡旋。叶贵妃还说，皇上已下了圣旨，明日就要册封新的平远侯。当真？千真万确，涵儿只管放心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真正的平远侯嫡女。叶贵妃已经开了金口，等你父亲顺利袭爵，就许你入宫嫁给二皇子。娘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哎呀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双喜临门呐！老夫人，夫人，我家小姐一直都没有回家。许是知道自己闯下大祸，不敢回吧。她如此不知羞耻，夜宿在外，他日嫁不出去，也是她咎由自取。今夜沈家家事生变，你不适合再回沈家，留在我家吧。可是我们还没有。可以有，可以有。这是我谢家累世战功，先帝曾赐下一道空白圣旨，今日我打算用这圣旨娶你为妻。谢桂墨，我不是迂腐之人，圣旨珍贵，你不必要。有必要，我想娶你。一拜天地，拜。二拜高堂，拜。免礼免礼，今天啊，是我们失礼了。你个臭小子，圣旨是你这么用的吗？我跟你说，娶媳妇儿可不能用强的，知道吗？我们不理他。唐二啊，今天这婚礼实在是过于仓促，明日母妃就去看个好日子，定会补你个大的。夫妻交拜。真的不是，在纵我。拜。礼成，恭喜世子，恭喜世子妃，喜结良缘，恩爱绵长。谢桂墨，
对不起。为什么要道歉？前世如果不是因为我送你荷包，你根本就不会死，都是因为我害你客死他乡。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割腕拒婚的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圣上根本就不会恩典二叔熹君，沈寒的身份也不会攀上二皇子，进而成为一国之母。即便我知道你就算不用冲洗也会醒过来，但我还是……沈棠，难道你就没有想过我身受重伤，可为什么你一进王府冲洗我便醒了？是你。前世本该我如约去你家提亲，可奈何一道圣旨把我调去了西郊。等我回来时才发现是父亲点错了鸳鸯谱。那你……前世的我受伤是真，可不知缘由。前世的伤情要比今生浅了许多，所以在你过门的前几日我就转危为安了。之所以有冲洗一说，不过是为了逼迫你长姐退婚的理由罢了。可没想到平远侯府竟然迎难而上，阴差阳错逼我替了嫁，更是最终的沈棠，我知道你在怕什么，可过去那些都已经成为噩梦了，只有现在才是我们真真正正活着的时候。可是水悠悠，河边是谁在为谁空守？满城星流，谢桂母，冬雪唯有残留。沈棠，别怕，花开如一起朝前走。我苦做梦中，可是你的伤，闻着鼓声声醉人别我也不怕。回头，怎么离开？怎么能唤醒爱？我们一起朝前走。你不在，岁月变沧海，怎么记载往事的对白？只留一纸独白。你不要命了？哎呀，我的脏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再说了，肩上那是皮外伤，又没出多少血。我早就跟你说。好，是我错了，下次酌情改。启禀世子，神府急报。进来吧。属下参见世子。参见世子妃。今晨圣上忽然下了旨意，要下旨令平远侯府承袭爵位。平远侯府大宴京中贵卿，拜帖已送到了府上。王爷派属下来询问世子，对此事可有打算？世子打算去吗？去。新平远侯终于要袭爵，这当好事，怎么都要去祝贺一番。哎呦，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恭喜同喜！里边请。恭喜老夫人，客气老夫人。恭喜啊！哎，就是啊。宁王驾到！宁王驾到！快迎贵客！参见宁王。宁王驾到，使我们神府蓬荜生辉呀！快，请坐。恭喜老夫人，贺喜老夫人。
重现平远侯府荣光啊！同喜同喜！这宁王手握重兵坐镇西北，怎么会突然来赴平远侯府的袭爵宴？肯定是平远侯府得到了圣上的嘉奖，就连宁王也要给情面。来，走吧。娘，这宁王殿下跟我们家并没有什么交情，他怎么会？今时不同往日，你父亲马上就要做平远侯，就连叶贵妃都要卖我们家几分薄利。宁王会来，有什么好想不通的？这大喜的日子为什么不见二小姐啊？这丫头昨日陷害嫡姐，险些祸害沈家名誉，自知闯下大祸，昨夜彻夜未归，许是找什么地方躲着呢吧？什么？一夜没回家？真是，这二小姐也是侯府的嫡女，这样也太没礼数了。何止是没有礼数，这简直是没有清白呀！各位有所不知，我这侄女自小没了爹娘，又向来不服我管教，野性难驯。不过我平远侯府清誉满门，自是不会姑息。若她冥顽不灵，定会族谱除名。泾阳王世子妃驾到！世子妃到！这不是沈家二小姐吗？她怎么成了泾阳王世子妃啊？娘，这沈棠怎么会跟谢世子在一块儿？她怎么会是泾阳王世子妃呢？沈棠，你昨夜去哪儿了？当然是谢家了。您大费周章的请了圣旨，让我加入谢家。二婶，莫不是您忘了？可谢王府前几日就已经上门退婚了。退的不是长姐的婚吗？您自己说的，长姐忧思成疾，当晚欲悬梁自尽。你个颠倒是非的野丫头！大胆，竟敢对世子妃无礼！你有什么可恨的？就算你成了泾阳王世子妃，我还是平远侯夫人呢，我可是朝廷命妇，你有什么资格让人对我动刀？朝廷命妇？不一定吧。见不见得，轮不到你说。圣上今日就要封我夫君承袭爵位，素来侯府袭爵，夫人都是要被封诰命的，我自然是朝廷命妇。我女儿就是平远侯嫡长女。是，没错。不过二婶，你确定二叔这爵位能袭爵成功吗？先侯爷亡故多年，我夫君是沈家唯一独子，这爵位不给他，难道还给你不成？行了，堂儿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快，但今天关乎沈家荣宠，你退下。圣旨到！圣上有旨，今日平远侯袭爵大喜，特赐恩宠，所有人等免跪接旨。谢主隆恩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平远侯亡故多年，爵位空悬，朕念及侯府昔日功勋，特赐沈随独子沈焕承起爵位，特封新任平远侯，钦此。沈焕是谁？先侯爷不是只有一个女儿吗？难道是外世子？可外世子连族谱都进不了，怎么可能袭爵呢？听说先侯爷与夫人当年生下的本是一对龙凤胎，只是小世子自幼就走失了。这沈焕莫不是被寻回的小世子？这不可能！这承袭爵位的明明应该是我。是啊，这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？是啊，公公，沈焕是我苦命孙儿的名字，他4岁的时候就已经失踪了，凶多吉少。这圣旨会不会是搞错了？
奶奶，圣旨岂会有错？我父亲是上一任平远侯，如今要袭爵，也应当是由我哥哥来袭爵。你不要胡言乱语，你哥哥失踪多年，音讯全无。况且今天根本就没有生人来。生人嘛，也不见得没有啊。沈世子还不快快接旨啊！沈世子还不快来接旨！哎，这不是宁王殿下吗？他怎么走上前接旨啊？早就听闻这宁王是老王爷在西北的养子，由于功勋卓著，被圣上封为了异姓王。难道他就是当年遗失在外的小世子？沈堂见过兄长。仔细一看，宁王与沈二小姐确有几分相似。何止是几分呢？这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是啊，简直一模一样。你是我的孙儿，焕儿，是我。焕儿啊！焕儿啊！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你不是说你已经……没错，他一定是冒充的，绝对不可能是沈焕。我明明已经什么？已经吩咐蒋妈妈把他带出城角杀，令我母亲思念而亡。已经命人在我父亲的茶水中每日投毒，令他气血衰竭而亡。已经勾结了叶贵妃和二皇子，为我二叔铺好了他袭爵之后的亲人路吗？桃儿，焕儿，你告诉我，沈堂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母亲，沈堂，我不准你污蔑我爹娘！告诉我，堂儿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沈氏二房次子沈获，跪下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沈氏二房次子沈获有辱门庭，戕害平远侯幼子，毒害平远侯与其夫人，皆与朕之二子暗自勾连，企图夺嫡，祸乱朝纲，虽死不能偿其罪，数罪并罚，其罪当诛，今次腰斩，即日行刑。其妻女发配边疆，终身不得踏入中原。钦此。拿下！奶奶，奶奶，救我！奶奶，救我！奶奶，爹娘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哥哥回来了，堂儿为你们报仇了。桃儿，萧恒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只是有点生气。昨天我拿着证据进宫，走得着急，没想到给了你可乘之机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谢世子，你在西北就打过，你现在凭一张圣旨，就想怪罪我妹妹，想得美！哥哥，不用担心哥哥，哥哥也很凶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燕王殿下，你想要谢幕如何呀？不如，谢世子，心急吃不了热茶，你还得再休息休息吧。
太美了。是啊，真般配呀。一拜天地。谢桂墨，你到底和我兄长做了什么君子协议？不能说。二拜高堂。夫妻交拜。为何不能说？丧权辱国，于理不合。若良缘阴差阳错交配马，拥抱熙攘。如星辰难，你是我彼岸，换来斑斓情愫一起燃。送入洞房，太般配了。真正的心事，你是否了然？谢桂墨，我还是感觉好像一场梦。别害怕，这不是梦，我会接你过河。三千归途顺风陌路，任命云山风，谁在天涯尽处守候着孤独？